清洗保温杯，当我们的手又伸不进去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不要担心，今天教你一招，只需几分钟就可以让你的保温杯干净如新。快一起来看一看吧！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生活妙招，不知不觉又一季入冬了，而保温杯我们又能用到它对我们非常的友好，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喝上热乎乎的开水，尤其是女性朋友更需要一个保温杯，是可以看见不久了之后，保温杯里面特别的脏，而不注意也不会发现到。这里我们用一个新的保温杯，两个保温杯一模一样，来做一下对比，你就知道用过的保温杯里面到底有多脏。把新的保温杯打开，一瞬间对比就已经出来了。用过的保温杯也已经发黄，而没有使用过的，没错，它就是新的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对比，差距都是非常的大。首先来看一看保温杯里面的这些脏东西，它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将保温杯打开。平时有很多朋友喜欢喝茶，可以看见，其实这些黄黄的，它就是茶汁，因为经常拿来泡茶叶喝，因此就会导致保温杯变得特别的脏。不仅有茶汁，而且里面还有水垢等等。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，将水完全倒掉之后，里面还有茶叶残留，用水将里面的茶叶给它冲洗出来。再来看一看，里面有一些水垢，而保温杯它的杯口特别窄，而长度又特别的深，让我们非常的难以清理。就算你平时清洗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只是将杯口和表面给它清洗一下呢？因为我们的手伸也伸不进去，而且就算用牙刷来刷也刷不到，因为牙刷它的长度其实也是不够的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往杯中撒入一把大米，再倒入一些食用小苏打。食用小苏打，它的量和大米差不多。最后再倒上一点白醋，再把白醋倒进去的一瞬间，就会产生大量的气泡，这是正常反应，这是小苏打与白醋发生的化学反应。最后再往杯中加入一些水，水大约在40度左右的温水，当然水不要倒得太满，像这样大约小半杯就可以。然后将玻璃网罩给它放上去，再把盖子拧紧，然后开始摇晃，把杯子横着，然后左右这样摇晃，摇晃时间大约在3分钟左右。因为杯子当中放入了大米，而通过摇晃，大米就会和杯子的内壁产生撞击摩擦，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清洗的作用。因为我们里面加入了白醋和小苏打嘛，当然这样晃上3分钟，手肯定是会累的，因此晃累之后，你可以换上一只手，继续这样晃荡3分钟左右哦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再把杯子打开，然后用盆子接住，来看一看
我们倒出来的水它到底有多脏？把水倒出来，水是不是特别的脏呢？然后在水管子下用水给它冲一冲，将里面没倒出来的大米给它冲出来。接下来再来看一看杯子的内部，是不是比之前干净多了？当然，这里还不够，我们还得找一个牙刷，把它这样刷一刷。现在上面的这些茶渍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给刷干净了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要使用钢丝球哦，虽然说钢丝球刷起来是比较快捷方便，但是它会将我们水杯上面的保护层给破坏掉，并且用钢丝刷刷过之后，你的杯子就会变得特别的难看，因为它表面喷了一层涂层，用钢丝球来刷就会给它刷花掉，那样杯子就会变得特别的难看哦。把水杯这样刷一刷过后，然后再用牙刷来刷洗一下玻璃网。玻璃网上面特别的脏，它上面的茶渍残留是最多的，所以看起来特别的黄。边上刷完，然后我们把内部也这样刷一刷。刷的过程当中，可以看见上面的茶渍已经开始逐渐的掉落。刷完过后，我们再来看一看，是不是已经变得很干净了？然后用水给它冲一冲，最后再把水杯也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多洗上几次。清洗完过后，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杯子是不是很干净呢？最后把杯子表面的水分残留给它擦掉就可以了。通过这种方法清洗保温杯是非常的不错哟，因为保温杯它深度特别的深，用工具是非常的难以清洗到的。擦拭干净之后，我们再近距离看一看，里面的水垢、茶渍都已经不见了。如果你的保温杯里面也有很多的水垢或者茶渍残留，而且又不好清洗，那么赶紧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